科學家最近拋出一個很硬核的判斷，一種叫時間晶體的奇特量子相，可能會把量子鐘帶進一個全新的時代，讓計時這件事變得更準、更穩、更不怕抖。物理學家剛公布了一組新的理論計算，結果指向同一個重點：時間晶體。這種在量子物質裡堪稱怪胎級別的相態，可能會在未來幫量子鐘把精度再往上推一大截。一般的量子系統有個老毛病，你越想把时間切得更細，量得更短，誤差反而越容易变大，精度越容易掉鏈子。但這項新研究說，时間晶體那種自帶節奏的震盪更穩，哪怕分辨率拉得很高，時鐘也能更可靠地跟上節拍。當然先別急着歡呼，這些還停留在理論推導裡，可它至少把路標立得更清楚。時間晶體不一定永遠只是教科書裡的怪現象，它可能真的有機會一步步走向能用、好用的工程應用。接下來這段視頻，我們就像拆解一樁量子計時案一樣，把研究者到底發現了什麼，為什麼重要，以及下一步可能怎麼走，按線索一條條講明白。好了，繫好安全帶，我們從頭開始，把這件事講清楚。這項新研究出自意大利的阿卜杜勒·薩拉姆國際理論物理中心，主導者是物理學家盧德米拉·維奧蒂以及他的团隊，一群專門和量子怪脾氣打交道的人。他們瞄準的問題很直接：时間晶體能不能不只用來看稀奇，而是真正成為新一代量子鐘的底座，像鐘擺之於老式時鐘那樣，撑起穩定的計時核心。為了解這個問題，研究者把鏡頭對準一種經典的量子舞台，由許多自旋粒子組成的系統。你可以把它想成一群微觀小陀螺，在量子規則下集體表演。自旋是量子力學裡最基礎的屬性之一，而很多自旋系統都可以簡化理解為一堆粒子排成隊，每個粒子像一个最小的2選1開關，只有2種基本狀態可以切換。這種模型之所以常用，是因為它既能抓住真實量子材料的關鍵行為，又和量子信息科學緊密相連。說白了，既貼近現實材料，也貼近未來量子技術的計算邏輯。而這個系統真正有趣的點在於，它不止一種性格，它能處在2種完全不同的階段裡，像同一台機器突然切換了2套運行模式。第一種階段比較正常，系統該怎麼掌握就怎麼掌握，時間上沒有什麼特別規整的結構，也沒有那種一眼就能看出的固定節拍。但在另一種情況下，同樣的系統會進入所謂時間晶體相，它突然像找到節奏一樣，開始按一個穩定、重複的時間模式震盪，周而復始，像在時間裡刻出一圈圈規則的紋路。因為任何時鐘說到底都要靠周期性吃飯，無論是擺動、震動還是躍遷，都得有規律。所以團隊就順勢拋出一個非常直接的問題：如果把這種自旋系統當成一隻量子表，當它進入時間晶體相，開始自持震盪時，計時性能會不會立刻變得更準、更穩、更不容易被噪聲帶偏？為了解答這一點，他們做了一個對照，同一套系統2種不同階段，分別拿來計時，看誰測出來的時間更靠譜、更貼近真實。他們重點算了2類指標，一個叫準確度，看你離正確時間到底有多近；另一個叫精確度，看你能不能穩定地區分極短的時間差，不只是對一次，而是次次都對。結果在正常階段，老問題立刻出現，量子世界裡那套熟悉的限制開始作怪，像一堵看不見的牆擋在計時前面。你越想把分辨率拉高，把時間切成更細更薄的片段去分辨，系統反而越容易亂，精度掉得很快，像把相機拉到超長焦後，手一抖畫面就糊。這在量子計量學裡並不罕見，幾乎算是行業通病。想看得更細，往往就得付出穩定性變差的代價。通常你想榨出更細的計時信息，就會把可靠性一起榨沒。
但在時間晶體階段，劇情出現反轉，同樣追求高分辨率，結果卻不再那麼脆弱。因為時間晶體帶來的震盪更成型、更有結構，它不是隨便抖2下，而是像打點器一樣給出更穩定的節拍信號，天然更適合拿來當計時基準。他們的計算顯示，在分辨率相同的條件下，進入時間晶體項的量子表比非时间晶體项能維持明顯更高的精度。也就是說，同樣響亮的戲，它更不容易失真。重點並不是他們已經造出一支新鐘，還沒有。真正重要的是，在原理層面，時間晶體這種有序結構可能確實帶來性能優勢，不是心理安慰，而是可計算、可比較的提升。所以，时间晶體值得認真對待。它可能不只是理論舞台上的奇觀表演，而是未來量子技術工具箱裡一把真的能派上用場的新扳手。要看懂這件事為什麼分量不小，我們得先退一步。时间晶體在物理學裡到底意味着什麼？它為什麼會讓這麼多人興奮？我們熟悉的普通晶體，本質上是在空間裡重複，結構一格一格複製，像瓷磚鋪地一樣有規律。它的原子會排成非常規整的晶格，行列分明，間距固定。你拿顯微鏡看，像一張精細的网格圖。而时间晶體的離奇之處在於，它不是在空間裡重複，而是在時間裡重複。結構不是擺在那裡不動，而是按時間節奏一遍遍回到同樣的狀態。這牽涉到一個聽起來很拗口的概念：時間平移對稱性破缺。意思是系統進入某種狀態後，不在時間往後推一點也一樣，而是會按固定節奏不斷循環變換配置。它不是靜止的雕像，更像一支按拍子跳舞的舞團。這點科學意義非常直接，計時最需要的就是穩定震盪，越穩越好，越可預測越好。而時間晶體恰恰在這一點上顯得特別對口。說到底，時鐘就是一個能輸出可預測周期信號的物理系統，只要周期可靠，你就能把滴答滴答換算成時間流逝。时间晶體更特別的地方在於，它的周期性像是從系統內部長出來的，是自發的、內生的節奏，而不是靠外部強行驅動。不像很多振盪器必須靠外力一直推，它更像自帶發動機。很多年來，物理學家就一直在懷疑，如果一種系統能自己穩定打拍子，那它很可能不只是好看，它也許能帶來實際用途，尤其是在計時、測量這些吃穩定性的領域。可問題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這些討論大多還停在聽起來有道理的推測上，缺少能拿來對比、能拿來算清楚的硬證據。时间晶體當然迷人，像量子世界的魔術秀，但它到底能帶來什麼實打實的優勢？以前並沒有那麼明確，更多像可能有用。YRT 團隊的價值就在這裡，他們不是只講概念，而是給出量化比較，用數字、用指標，把可能更好變成到底好多少。這項研究不是簡單說一句時間晶體會震盪就結束了，他們用同一個底層自旋系統做公平對照，一邊讓它進入时間晶體有序，一邊保持非时间晶體狀態，然後評估兩種情況下時鐘到底怎麼跑，跑得多穩。如果這個領域想從概念很酷走到真的能用，這種受控、可重複、可對照的理論基準就必不可少。沒有標尺，就談不上進步。比如倫敦國王學院的馬克·米奇森等專家就提醒，理論上，只要你能足夠細緻地跟蹤某些事件的發生，幾乎任何物理系統都能被硬掰成一個時鐘來用。但如果一個系統天生就有自持的周期行為，那它離時鐘該有的樣子就更近。你不必拼命從隨機起伏和噪聲裡挖出節拍信號，計時的負擔會小很多，工程上也更友好。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量子計時技術本身就被一堆根本性限制圍着，想繼續突破，必須面對這些更廣泛的挑戰。量子鐘會被退相干、各種隨機波動以及熱力學上的權衡限制住，
你越想讓它敏感，它越容易被環境拉着，像在風裡點蠟燭。很多系統都逃不過這條殘酷規律。你把測量精度往上擰，可靠性往往就往下掉，仿佛在同一根繩子兩端拉扯，難以兩全。时间晶體像之所以可能更抗打，是因為它的震盪來自很多粒子相互作用形成的集體節奏，像一支合唱團一起唱，比單個歌手更不容易跑調。它不那麼依賴脆弱的单粒子躍遷，因此對噪聲的抵抗力可能更強。當然，這並不等於能消滅所有根本限制，但它提供了另一條路，不是死磕單個粒子的精細躍遷，而是借助這種奇異的多體相位，把計時信號鎖得更穩。所以它的科學意義不在於明天就改寫時鐘史，而在於它給了我們一個新的理論框架，讓我們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在量子物質裡，怎樣才能更精確、更穩定地測時間。一旦將來时間晶體真的能被做成可用的時鐘元件，它的影響可能不止在實驗室裡轉圈，而是會擴展到很多技術領域，從基礎計時到高精度測量都可能受益。最直觀的應用之一，就是讓計時系統更可靠，更不怕干擾，更不怕漂移，關鍵時刻不掉鏈子。今天的現代社會高度依賴同步授時，金融、電信、電網、導航都在對表，而這套對表很多時候靠 GPS 等衛星網絡把時間信號發下來，大家一起跟着走。這些信號確實高效又方便，但也不是金剛不壞，它們可能被干擾，甚至可能被欺騙。一旦信號不可信，很多系統就會連鎖受影響。所以在一些安全敏感或特殊场景裡，一個能獨立運行、不依賴外部授時的替代時鐘平台就會非常有價值，像備用電源一樣，平時不顯眼，關鍵時刻救命。除了報時，另一個同樣誘人的方向是傳感，把它當成極其靈敏的探測器來用。基於時間晶體震盪的時鐘，反過來也可能對外界干擾異常敏感。你輕輕一碰，它的節拍就會出現可測的變化，像一根對風向極敏感的羽毛。哪怕只是很微弱的磁場波動、溫度變化，或環境噪聲的輕微改變，都可能讓計時信號出現偏移，而這種偏移本身就能變成可讀出的信息。這就意味着，時間晶體中未來可能一鐘兩用，既計時，又做精密傳感器。就像原子鐘已經被拿來測引力差、檢驗基礎物理、捕捉那些極其微妙的效應一樣，它也可能成為新的測量利器。不過別忘了，理論到應用之間往往隔着一條很長的橋，而這條橋現在還沒修完，差距依然不小。因為這次的成果主要是數學推導和計算結果，所以下一步的關鍵就是把它搬進實驗室，做出對應平台，真正驗證算出來的優勢能不能在現實裡站得住。研究人員得在實驗平台上測試真實的自旋系統，看看在现實條件下能不能穩定地產生時間晶體像，能不能持續維持，能不能被準確測量。不僅要出現，還要可控、可讀、可持續。更麻煩的是，就算物理上可行，工程上也還有一堆關卡等着你過。时間晶體屬於非常微妙的量子態，稍微一點噪聲就可能把它攪亂。要做出能穩定利用它、長期可靠工作的裝置，絕對不是拼幾塊電路板那麼簡單。可擴展性怎麼做？抗噪聲能力如何保證？读出機制怎樣才實用？這些都是還沒完全解決的硬問題，每一個都可能決定它能不能從實驗走向工程。但好消息是，時間晶體這條路線已經不再只是紙上談兵，它早就跨過了純推測的門檻。從概念首次提出之後，科學家已經在多種量子系統裡做出過實驗演示，包括球近离子系統以及一些凝聚態物質平台。也就是說，它並非只存在於公式裡。於是整個領域的焦點正在轉移。早期大家爭論它到底能不能存在，
而現在更多在追問，既然能存在，那它到底能幹什麼？能帶來什麼性能優勢？隨着研究繼續深入，时间晶体很可能变成一種可复用的模塊。它未必馬上取代今天最頂尖的時鐘，但它可能擴展量子增強測量的工具箱，讓我們在更多場景裡有更強的測量手段可選。时间晶體曾經只是理論物理裡的一個大膽想法，聽着像科幻，但現在的新研究在暗示，它也許真能在現實計時上派上用場，甚至提升量子鐘的精度。而最新的計算進一步指出，當你把分辨率推到很高，要求量得更細更準时，时间晶体系統反而可能給出更穩定的計時信號，不那麼容易被噪聲拖下水。一旦未來實驗把這些結論坐實，时间晶體就可能不只是新奇名詞，而是為下一代時鐘乃至量子計算機相關的精密控制與測量打開一扇新的可能性大門。